这让他眼前发黑，脸颊发烫，但比起一切的无所适从，更要命的是，无法否认，也无法逃避，更不知从何而来，毫无道理的委屈。魏无羡眼圈有点泛红，心里极端憋屈。从小到大，谁不都得宠着他让着他，想要的旁人恨不得送到嘴边，偏偏碰上蓝忘机这个人，回回受挫，欲壑难填，到最后连那么一点小心思都因误解而生。但他偏偏又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立场憋屈，越想越低落，唇角抿得紧紧的，连天生上翘的弧度都压平了些。停了一小会，蓝忘机碰了碰他的额头，问：好些了吗？魏无羡咬着牙，鼻音和气息带着压抑，低声答：再一小会。他听到蓝忘机轻轻一叹，不及回应，就又感到一只手在他的后腰处压下，这么一来，他的大部分重量都移到了对方的身上，两人也因此而靠得更近了。轰隆！魏无羡轰得炸了，虽然是惊雷，可蹦开之后，脑海里却绚烂的好似放烟火。完蛋了，他心道，我完了，栽了，一败涂地，再也赢不了了。他难过的闭上眼睛，细嗅着蓝忘机脖颈间清浅而好闻的气息，心里又酸又涩，还有点隐隐约约的甜，是初恋的味道，确认无疑。但是蓝忘机他是主动抱过来的，是白菜先动的手，和本小王子无关。那是不是意味着不，千万不要多想，这只是学长对学弟善意的看顾，不带其他含义的拥抱罢了。可是在蓝忘机的房间，被蓝忘机这么抱着，他魏无羡恐怕是普天之下的头一份。就算这样，即便这样，就像撒了一大勺糖，盖过了其他的味道，甜得酷人。一出博士楼，迎面就是一阵冷风，把魏无羡冻得连连哆嗦。魏无羡，阿嚏，也太冷了吧，这才刚过11月呀，在夷陵还能穿短袖呢。不出去了，太冷了，咱们就近吧，美食街随便吃点。蓝忘机，小炒。魏无羡搓手跳脚道：都行，炒饭炒面，什么快吃什么，吃完我赶紧回宿舍打游戏，忙了1个星期，好容易能休1天，吃不了潇湘居什么都一样。他现在十分后悔，就在几分钟前，临出门，蓝忘机问他需不需要围巾，当时他毫不犹豫拒绝了。现在那条绵软又暖和的围巾就围在蓝忘机脖子上，让瑟瑟发抖的他十分眼馋，可又不好意思再开口借。一定不是因为蓝忘机围过了，而是面子问题。真男人为了面子可以不畏严寒。魏无羡小跑着冲进最近一家店铺，落座，翻菜单，犹豫了一小会，点了2份最清淡的面。又等了一会，蓝忘机才来，手里拎着1份烤串。魏无羡欢呼了一声，道：给你点了馄饨面，我看招牌是这个，应该不难吃吧？蓝忘机，常吃。烤串红艳艳的，至少加了2份辣。魏无羡美滋滋，边啃肉边冲蓝忘机笑，想真有意思，我点你的，你点我的。他瞅着蓝忘机把围巾折好，外套也折好，放在旁边空置的凳子上，越看越得意，又总算想起了点正经事。他道：民乐社的申请已经批了，排练是1、3、5晚上7点到10点开，大礼堂可以提前1周预演，只剩具体日期没定。你12月哪天有空，我让他们去排日子。蓝忘机，最好是周6。他调出日程表，转给魏无羡1份。魏无羡单手撸串，打开微信，瞅了一眼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，头都大了，道：你周5第5节还有课，这谁排的课表啊？差评。周6的话好多人不在，算了，人少点正好，12月有5个周6，离圣诞节和元旦近的2个先排除，那就15或者8。蓝忘机，行。魏无羡算了算日子，排练差不多能有1个半月，现在起的每个周6都是我的。嘿，如果能抛开那点小误会，跟和蓝忘机变成好朋友、好哥们，应该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吧。闷是闷了点，但人品有保证，也很有耐心，是极好的倾诉对象。魏无羡这么想着，啃光了最后1根烤串。美食街的串串比他宿舍最近的30堂味道好，他有点意犹未尽，但又不想出去排队吹冷风，于是几勺子辣椒下去，把清淡的馄饨面染成一片红彤彤。他随意搅了几下，
先把馄饨挑出来吃了，一抬头，立刻发现蓝忘机吃面也很有意思，每次只挑起来少量的面，不吹，只静待变温才入口，几乎完全不会发出声响，也不会有汤汁喷溅，若是稍稍沾了少许在唇边，就用纸巾擦掉。更神奇的是，这不像刻意为止，自始至终，蓝忘机都吃得十分自然，明明只是小饭店普普通通的一碗面，却仿佛是对着米其林3星的精致餐品，连带他坐着的木桌凳都因此而提升了好几个档次。魏无羡暗地里疯狂嫌弃，可又完全移不开目光。明明蓝忘机每个动作都很矫情，可偏偏他这么做就是能好看的要命。那双手里无论拿的是琴弦还是竹筷，一举一动都显得如此珍而重之。那刚才在楼上，还有之前的实验室里，抚摸额头时，是不是也同样如此慎重？魏无羡咬着筷子直发愣，一记起额上的触感，就像踹了指沸腾的水壶似的，一个劲往上冒热风，身上的寒意早就散了，他鼻尖甚至还出了点汗。一定是辣椒和烤串的效果，和心跳加速什么没有半点关系。魏无羡正努力给自己洗脑，却眼睁睁瞅见持住的手携起一只饱满的小馄饨，放进了他红彤彤的碗里。魏无羡，他抬起头，正撞上蓝忘机的视线，其中的询问之意不言而喻。为何不吃？魏无羡夹起那只馄饨晃了晃，故作镇定地笑着道：我有点好奇嘛，蓝学长，我看你饭量不算大，也只比我大1岁，怎么比我高这么多？他将馄饨咬开一个小口，把带着鲜香的汤汁吸出来，发出细碎的啜啜声响。奇怪的是，如果换一个人这么吃，必定会显得粗鲁，可他这么吃，不仅不会徒增反感，反而会让人觉得他咬的这个馄饨似乎格外好吃，甚至比店里其他的馄饨加在一起都要更加好吃。但这么一来，唇上难免沾上晶亮亮的肉汁，魏无羡浑然不觉，很自然地舔掉，粉色的舌尖在唇角捻了半圈又缩回去，咕噜一声吞咽下去，仿佛回味似的微微眯了一下眼。这份惬意浑然天成，也让观者猝不及防，但那微垂的目光敛去了微不可察的涟漪。蓝忘机犹豫了一番，到底忍不住，又携起另外一只馄饨送了过去。这次魏无羡却不肯吃了，他道：哎，你别光顾着给我呀，肉串你也不吃，一碗面只有2馄饨，再都让给我，晚上饿了怎么办？哦，对，你可以自己煮，比这个好吃得多。他说着话，习惯性地凑近了些，桌子本就不大，时间又有些晚了，店里客人寥寥，于是这么一靠得近了，整个空间仿佛仅容下了他们2个人。魏无羡，你有多高？不止185了吧？跟你说句实话，虽然我对外说180，但其实上次体检差了一点点。我的要求也不高，能过185就行，怎么样？传授一下经验呗，好学长，有没有什么长高的诀窍？蓝忘机顿了一下，放下筷子，道：按时作息，算吗？魏无羡瞪大眼睛，问道：有多按时？蓝忘机：6点起，11点息。魏无羡：晚上6点起床，早上11点睡觉吗？那我大概可以考虑挑战一下。蓝忘机：